今日嚟到青衣，同大家參觀一個可能去葵芳站仲快過去青衣站嘅老牌屋苑。阿 May 啊，呢度就係美景花園啊！交通好方便喎。咁但係其實佢都算係青衣嘅開荒牛嚟㗎。政府喺197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呢一個島，美景花園就係繼長青村同埋長康村兩條公共屋邨開始入伙之後，區內第一個落成嘅私人屋苑，喺1982年同埋1984年分兩期入伙。啱啱嘅廣告呢，就係中間1983年嘅時候播出㗎啦。最早期出入青衣島經陸路嘅話，就只有青衣大橋，係一條同時俾車同埋行人用嘅雙程道路橋，接駁去到葵涌。咁所以初頭啲屋苑啊，都集中起喺近住橋，亦即係青衣南嘅一邊。踏入而家80年代，好多外來嘅居民亦都遷入島上。目前全島嘅居民超過6萬人。不過亦都正因為只係得呢一條橋，塞車嘅情況成日出現，尤其係發生意外或者打風之後啊，更加有機會交通癱瘓。咁居民要行路過橋，往返青衣同埋葵芳一帶。1987年，島上面第2條行車天橋清泉橋通車，連接去到荃灣。佢係位於青衣大橋嘅北面，所以都被俗稱為北橋。而青衣大橋呢，就被叫做南橋。雖然多咗條行車橋，但係塞起上嚟都依然好嚴重㗎。而兩條青衣橋出葵涌亦都係嚴重擠塞，好多市民被逼要行路過橋，塞得咁緊要。一方面係因為落雨，行車緩慢；另外因為尋日打風，除低風球之後，大批貨櫃車要趕貨。呢個情況要直到去90年代中期打後，先慢慢舒緩，因為島上邊開始多咗幾條跨海橋。The Chingma Bridge, part of the Lantau Link, was officially opened by Lady Thatcher on the 27th of April 1997. 連接青馬大橋嘅汀九橋今日正式通車。今日嘅青衣一島8橋，咁除咗7條行車橋接駁去到唔同地區之外啦，咁仲有一條俾港鐵東涌線同埋機場快線用嘅鐵路橋，連接去到北面嘅青衣站。對外交通得以改善，不過對位於青衣南嘅美景花園嚟講，其實大部分居民都係會依賴返南橋出入，往返葵芳轉車或者活動。因為由屋苑去葵芳嘅話啦，唔計等車，可能10分鐘內咧就已經去到。咁相反去青衣城一帶啦，就要至少15分鐘。今集我哋就嚟到呢個屋苑，參觀面積最細嘅2房同埋面積最大嘅3房租盤。兩款戶型嘅最新租務情況係點？屋苑以細價單位為主，租金回報有幾多呢？咁睇完之後，大家記得留言同埋 CLS 3部曲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咁仲有撳埋旁邊嘅鐘仔搶先睇啦。美景花園由新地發展，當年青衣交通都仲未好方便，但係畢竟係政府重點開發嘅新區，加上背山面海，前臨藍巴勒海峽，所以喺1980年開售第1期嘅時候，已經吸引到唔少人認購。屋苑由8座組成，呈以 U 字形排列，合共提供超過1900伙。比較特別嘅係佢係由第5座開始，而唔係普遍嘅第1座，一路去到第12座。第1至4座去咗邊啦？其實原本規劃係有㗎，睇返昔日嘅報章廣告，屬於第3期發展嘅第1至到4座，分佈喺最頭嘅位置，以細 V 型排列。不過因為當年太近油庫，亦即係今日藍澄灣嘅一帶，鑑於安全理由，所以最後取消發展。地皮就改為興建一個小型公園、美景遊樂場，提供籃球場、兒童遊樂設施、網球場同埋滾軸溜冰場等嘅康體設施。少咗4棟，亦都間接造就咗當年大部分單位都可以享有唔同程度嘅無遮擋海景。不過隨住青衣發展、油庫搬遷，原址喺2004年起變為藍澄灣同埋前面嘅3座酒店。去到2023年綠置居青富苑嘅落成，而家嘅美景花園望到海景嘅單位已經大幅減少。但係就話剩返第5至9座少量單位可以睇到。美景花園供應2房同埋3房戶型，售面積由328尺至到564尺。當中2房佔咗總伙數大約7成半，最大就去到478尺。今集就會睇晒2款戶型嘅租盤嘅。首先呢，就會睇主打嘅2房，就嚟自第9座。屋苑嘅樓齡都超過咗40年，已經做咗大維修。呢度1層有8伙，共用3部電梯，分咗單雙樓層。一出 lift 咧，會一排望住天井嘅大窗，所以走廊會光猛啲，感覺亦都冇咁壓迫。睇翻各座嘅平面圖，只有第2期先有咁樣嘅大堂設計，而第1期嘅座數就會好似平日睇嘅大部分樓咁對住實牆。
我哋參觀嘅係一個高層嘅私室單位，實用面積328尺，咁屬於屋苑最細嘅單位。業主而家叫租13,500蚊，為起上嚟尺租大概41蚊。嗱，呢個客飯廳咧就係呈以一個傳統五門歸心嘅格局嚟㗎。咁由於呢度咧就有2間房啦，咁所以咧隔離嘅牆身咧就會相對細啲。咁如果唔介意嘅話啦，咁其實呢邊咧就可以擺部電視機，咁中間咧就擺張梳化，咁後邊咧就可以擺飯台同埋一個玄關櫃。嗱，但係見到啦，呢一度嗰個設計咧就係將個電視掣位放咗喺大門呢邊嘅牆身啊。咁即係換言之咧，佢個擺位咧就應該係調翻轉啦。咁所以租客一係用個細啲嘅電視櫃，咁再喺大門旁邊擺一個半腰櫃嚟放鞋同埋鎖匙等等，又或者利用廚房同埋浴室中間嘅一幅細牆嚟擺鞋櫃。客廳尚算整潔，唔係一手設計，咁但係裝修亦都有啲年代感。近房嘅一邊會有隻細窗，由於佢係打斜開入，所以望唔到隔離單位，而且向住山坡，私隱度都幾高。咁樣嘅開法就令到窗台呈以梯形，咁上面有啲水㗎，咁但係就話係之前冇閂窗，落雨撇咗入嚟。嗱，呢度咧就會係廚房啦，咁就呈一個方形嘅格局，咁同我哋平時睇嘅咧都係差唔多嘅，咁都會有足夠嘅備餐空間啦。嗱，唯獨是咧我就覺得呢度嘅上廚櫃咧都比較高啲啊，咁打開之後咧其實係可以做到3層嘅層板嘅，咁所以都擺到唔少嘅嘢。望落唔算好殘舊，但係其實下廚櫃有啲位置咧係冇櫃桶同埋櫃門㗎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就要揾業主處理返啦。咁呢度就冇留低到雪櫃。咁轉過去浴室睇下，唔算大，咁但係以呢個尺數嚟講啦，比例就適中，而且有窗通風。嗱，見到呢度咧，因為要預留翻個位置嚟擺洗衣機啊，咁所以洗面盆嘅位置咧都係細啲，咁要擺嘢嘅位咧都係向上發展。咁之後我哋睇埋2間睡房啦，近浴室嘅一間有50幾尺。嗱，一般嘅擺法咧都係會將張床靠窗邊擺啦，咁另外呢邊牆身就擺衣櫃嘅。咁但係而家見到咧，佢係將佢哋融合咗啊，咁變相張床咧就直望住隻窗啊。咁但係咧，始終呢個櫃咧都未必可能擺到好多嘢噶嘛。咁所以見到啲業主咧都利用咗呢度嘅高樓底，咁喺上面呢度咧再做咗啲櫃。咁樣就令到間房有多啲走動空間，又唔會遮到隻窗。咁覺得唔方便嘅話，你都有空間再擺多個細櫃。嗱，不過要留意啦，呢度全部都係入牆家私。間房有唔少窗，都幾光猛。呢度由客廳嘅西北面扭咗向西南面，咁主要望內園其他座數。由於單位係高層，會望到個天，同埋望穿前面嘅座數遠眺到山景，咁所以感覺都唔會話好壓迫。咁至於細窗就望隔離單位，都需要遮一遮。咁我最後睇埋呢一間房啦，咁呢度嘅面積啦同埋開式都同啱啱隔離嗰間房係一樣，景觀都差唔多，唯獨係細窗同客廳同向會有山景睇。嗱，呢間房除咗天花櫃之外咧，就冇其他入牆家私，相對上就彈性好多啦。單位係由長情業主持有，由2002年買入到而家，已經大概23年，一直都係放租。業主目前叫租13,500蚊，同近期同類型單位嘅租金相若。5月初嘅時候，同咗一個開積同埋尺數差唔多，同樣位處高層嘅細兩房，都做過13,500蚊呢個價錢。雖然兩者客廳景觀唔同，租出咗嘅單位望內園，未經遊樂場嘅方向，而唔係山坡景。咁但係考慮到單位內籠等嘅狀況，業主叫租都算係合理。嗱，假設參觀租盤最後成功以而家嘅叫租13,500蚊嚟租出，以業主當年嘅買入價大概938000蚊嚟去計，扣除7月1日起經調整之後管理費1233蚊之後，每月實收大概12267蚊，有超過15厘嘅回報率。嗱，咁多年前買入，自然有較高嘅租金回報。咁如果係近期買入屋苑兩房嚟放租，回報率又係幾多呢？咁縱觀屋苑今年去到而家嘅兩房成交，咁普遍都係400萬樓下，受惠到100蚊印花稅。以近一年造價最高嘅細兩房，咁即係實用面積329尺嘅9座高層 G 室作為例子推算，咁佢喺4月底嘅時候就以375萬易手，尺價係11300幾蚊。咁假設新業主同樣以月租13,500蚊放租，喺扣除管理費之後，有大概3.9厘嘅租金回報，咁高過同類型單位大概3.7厘嘅大市水平。嗱，呢個單位外望到海景，又有裝修，加上成個美景花園嘅租盤都唔多，兩房嘅話一隻手數得晒。而呢款細兩房而家更加只有參觀租盤一個，咁都有機會進一步推高到租金水平。美景花園啦，咁個租盤係都緊張嘅。
因為由呢度啦，直速到香港都係大概半個鐘咯。就呢度有架巴士咯，分支家庭啦、機場啊都會有嘅，或者係單身嘅人都會有。依家利息低啦，分別依家都會有啲投資者係買入嚟投資嘅，收租咧都會有超過4厘嘅回報啦。嗰個尺價咧，如果係內園嘅話咧，預佢8500蚊左右咯。望翻公屋嗰邊咧，對出嗰個都有馬路嘅，同內園接近咯，可能低200-300，都要視乎翻業主嘅心態咯。咁如果相對嚟講，山景就9000蚊咯，海景就9500蚊咯。佢又話：而家屋苑嘅兩房租盤叫租由參觀放盤嘅13500蚊起步，去到15000蚊不等。至於兩房放盤就有20幾個，叫價由350萬起。之後我哋就轉睇一個3房嘅租盤啦。3房就唔係每一座都有㗎，就只係得第一期，亦即係6、8、10、11同埋12座先提供。實用面積都係500幾尺。而家成個屋苑就只有一個嘅3房租盤，嚟自10座高層。正如啱啱所講，大堂設計會有啲唔同，但係同樣1層8伙共用3部電梯，呢度就唔特別多睇啦。租盤實用面積564尺，係屋苑最大嘅單位，業主而家叫租17000蚊，圍上嚟尺租大概30蚊。位得入到嚟咧，比我想象中仲要大啊！咁係一個曲斜形嘅客飯廳啦，咁呢度係有足夠嘅空間咧，可以做一個玄關區嘅，咁裏邊咧仲會有儲物房。空間夠大，客飯廳佈局自然好分明。不過因為廚房門對正飯廳，飯台要擺出少少先唔會阻到出入。廚房咧就呈以長形啦，不過見到個比例咧就相對係細啲啦，咁即係大概一個人嘅身位度啦。咁而雪櫃咧就放咗喺後邊嘅呢個位置。但係整體收納同埋備餐空間都好充足，有明顯嘅使用痕跡，都需要執下先能夠入住。出返嚟見到樓底都幾高㗎，客廳用咗一盞吊燈都唔會覺得好壓迫。呢度亦都有足夠嘅位置，擺完梳化同埋電視櫃之後，再放多張茶幾。單位咧就係向西北啦，咁見到佢係正望住明橋會㗎。咁雖然有啲綠色嘅山坡景緻啦，咁但係有種包圍住嘅感覺，而且採光咧都爭咁啲。呢度嘅窗同樣斜開，不過因為單位大啲，所以窗亦都多啲，變相出現咗一個近似 M 字形嘅窗台，相對就冇咁好用，但都擺到嘢。3間房同埋浴室沿住走廊入，先睇近廳房同客廳同向。呢度50幾尺，門上面做咗櫃向外伸延，利用長走廊嚟增加收納空間。間房對面係浴室，名次嚟㗎，面積中等。洗衣機就放喺呢度。之後就去走廊盡頭望另一間房，有70幾尺。呢間房咧就同樣向西北啊，不過佢同時咧都會有一隻細窗喺度。咁除咗可以做到對流通風之外啦，亦都令到呢間房嘅感覺光猛啲。因為前邊係 3DC 嘅校舍同埋社堂，建築物比較矮，有利自然光線嘅透入，亦都同樣有山坡景。最後睇埋隔離間房啦，面積一樣唔細，但景觀咧就冇啱啱嗰間咁好。呢間房咧就扭咗向西南面啦，咁望個景咧就會同啱啱隔離嘅細窗係一樣啦。咁呢度同樣咧都會有隻窗可以做到對流嘅，咁不過呢度咧就係望住隔離嘅單位啊，咁所以見到咧業主都喺度遮咗啲磨砂紙啦。美景花園嘅3房租盤向來都供應少，對上一宗租務成交已經係今年年初。當時12座低層，一個實用面積525尺望內園嘅單位，就以12000蚊租出，尺租大概係23蚊。參觀租盤而家叫租17000蚊，尺租大概係30蚊。相隔近半年啦，貴大概3成。雖然計及樓層同埋景觀因素，仲要係屋苑而家唯一嘅3房租盤嚟講，業主嘅叫租尚算合理。但係畢竟單位冇配備到家私，又要執整一下，如果能夠調整一下價錢啦，成功租出嘅機會或者會更高。同啱啱嘅2房租盤一樣，業主早喺2003年已經買入單位作為投資用途。假設最後成功以目前嘅叫租17000蚊租出，以佢當年嘅買入價大概998000蚊嚟去計，扣除新管理費1671蚊之後，每月實收大概15300幾蚊，有超過18厘嘅回報率。但如果係而家買入3房單位嚟放租嘅話，回報率又有幾多呢？相比起細價單位嘅2房，屋苑嘅3房成交唔活躍。今年暫時只有6月初嘅一宗成交，嚟自10座低層 D 室，就面積564尺，有少量海景，成交價係450萬，尺價唔使8000蚊。假設依舊以17000蚊放租嘅話，扣除管理費之後，
推算都有大概4厘嘅租金回報，咁高過同類型單位大概3.2厘嘅大市水平。不過代理就話呢個成交單位嘅業主早前已經移民咗㗎啦，咁加上喺早年以比較低嘅價錢買入，物業內籠又比較殘舊，業主先願意減價沽貨，令到美景花園嘅3房樓價喺半年之內由大概510萬下跌近1成2，咁同期大市嘅樓價就下跌咗大概1%。換言之，如果樓價維持喺500幾萬嘅水平，而租金未有同步增長嘅話，咁回報率就會降至4厘以下。咁而家美景花園嘅3房放盤亦都只係得2至3間，咁叫價就由510萬起。當年美景花園其中一個賣點就係設有花園平台，同埋戶外泳池、網球場、兒童遊樂場、閱讀室等等嘅會所設施。不過隨住時間嘅推移，部分位置好似泳池咁已經冇再開放啦。好彩基座嘅商場部分就如常營業，提供多間食肆、超市同埋零售鋪頭。除咗連鎖店之外亦都有民生小店同埋舊式商鋪。選擇唔少嘅，亦都幾齊全，可以滿足到居民嘅日常所需。唯獨係冇街市，最近都要去到附近嘅公屋商場先有。不過就問過啲街坊，佢哋通常都會搭車去葵芳、荃灣或者青衣站一帶買餸或者行街，咁會有更加多嘅選擇。正如我開頭所講，最快一定係去葵芳屋苑入邊就設有小巴站，直達去到葵芳港鐵站。班次都算密㗎，不過繁忙時間就要預多少少時間等車啦。屋苑出邊都有其他小巴可以去到。至於其他地方就可以喺對出搭巴士，都多路線往返區內同埋港九新界，但係要留意服務時間。如果係揸車嘅朋友呢，美景花園就提供大概400個嘅車位，月租就大概係3200蚊。而家樓價下跌，一啲樓齡超過40年嘅屋苑，對於自住用家嚟講呢，未必有好大嘅吸引力。所以今集呢，我哋都從租盤方面入手啊。見到2個單位呢，都係好市正實用，尤其係3房。不過景觀上面就可能差咁啲啦。大家又點樣睇呢？另外，大家喺租樓嘅時候呢，會有考慮啲乜嘢嘅因素呢？都不妨喺下面留言話俾你知㗎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